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2020年年底 ，Uber 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点像认输的决定，公司把自己烧了很多年前也承载着巨大野心的自动驾驶部门卖给 Aurora。更早之前 ，Uber 的自动驾驶测试车在亚利桑那发生致命事故，技术路线、监管压力和巨额亏损一起压过来。那时候的 Uber 急着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永远烧钱的故事。Dara Khosrowshahi 选择收缩战线，外卖可以留，网约车必须赚钱，自动驾驶先交给别人去烧。6年以后，同一个 CEO 在最新财报电话会上告诉投资者 ，Uber 准备在 Robotaxi 上投入超过100亿美元。听起来很像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但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一次 Uber 想做的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他不准备重新养几千名工程师，自己从头训练一个无人驾驶大脑。Waymo、Nvidia、Wave、Neural、Rivian 文远之行，这些公司可以继续拼谁的车开得更好。Uber 想控制的是另一件事情。当这些无人车真的开始上街赚钱以后，谁来给他们找乘客、排订单、算价格、规划上车点、做客服、买保险、安排充电、清洁和维修，甚至在车卡住的时候远程救场。Uber 赌的不是自己造出最聪明的司机，而是未来所有无人驾驶司机都可能需要一个 Uber。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其实要理解 Dara 为什么这次敢重新下注 Robotaxi， 最好回看一下他接手 Uber 以后做过的几次选择。他2017年接任 CEO 的时候，拿到的是一家增长极快、文化却已经失控的公司。创始人 Travis Kalanick 时代的 Uber 敢打、敢烧钱，也敢同时开很多战线，东南亚、中国、印度、外卖、自动驾驶、货运，几乎只要跟移动有关都想做。资本市场愿意给钱的时候，这种打法很刺激。可一旦公司上市以后，要面对真实利润，所有项目都会变成一张账单。Dara 最重要的能力从来不是讲一个比 Kalanick 更疯狂的故事，而是做减法。他退出部分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出售非核心资产，把自动驾驶交给 Aurora， 同时保留合作关系，然后把资源压在2个已经形成网络效应的业务上，出行和配送。疫情来的时候，这个选择差一点决定了 Uber 能不能活下来。机场和通勤突然消失，网约车业务瞬间塌下去。Uber Eats 却变成很多餐厅和消费者的生活基础设施。那几年外卖依然亏钱，但它让 Uber 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一件事：同一个用户不只需要从 A 点到 B 点，他还需要让食物和商品从 A 点到 B 点。今天 Delivery Hero、Uber One、杂货和零售的战略其实都是从那场危机里长出来的。所以 Dara 现在重新投自动驾驶，不是又回到10年前那个所有东西都自己做的 Uber。更像是一个已经学会控制风险的人，终于又有了足够现金，可以把曾经放弃的梦想换一种方式买回来。先看最新财报 ，Uber 第2季度的平台交易总额，也就是 Gross Bookings， 达到大约580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季度完成接近39亿次出行，同比增长 18%， 收入大约142亿美元，自由现金流接近28亿美元。如果只看这组数字，你很难说这家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但财报以后，股价反而明显下跌，原因很有意思。华尔街今天已经不太担心 Uber 能不能赚钱了，这个问题过去几年基本被解决。2025年 Uber 全年自由现金流已经达到大约100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继续稳定产生现金。市场现在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未来出租车没有司机， Uber 今天最强的护城河会不会突然消失？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投资者紧张，是因为 Waymo 正在证明 Robotaxi 不再只是 PPT。 今天 Uber 与 Waymo 仍然在 Austin 和 Atlanta 合作，但两边的关系明显比以前微妙。Waymo 正在越来越多城市自己运营服务，也有市场传出他希望减少对 Uber 的依赖。如果 Waymo 最后发现自己既能造司机，又能自己做 App 定价和运营，那为什么还要分一部分收入给 Uber？ 反过来 Uber 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如果未来只有一家 Waymo 最强，那 Uber 当然会受制于它。所以 Dara 现在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未来压在任何一家自动驾驶公司身上。这也是为什么 Uber 最近几个月像是在疯狂收集 Robotaxi 合作盘。Nvidia 计划从2027年开始把自己的 L4 自动驾驶软件和合作车企接入 Uber， 并计划到2028年覆盖28座城市。
Uber 和 Rivian 的合作更直接，公司计划投入最高12.5亿美元，未来通过 Rivian R2 平台部署至少1万辆自动驾驶出租车，并且还有继续扩大的选择权。Uber 与 Nuro、Lucid 合作的无人车也准备进入旧金山湾区，在中东，它与文远之行等公司合作，在英国又与微伟推进自动驾驶测试。所以 Uber 未来的 Robotaxi 平台很可能不会长得像 Tesla。Tesla 的理想状态是自己造车，自己做自动驾驶，自己运营 Robotaxi 网络。Waymo 更像 Google 路线，自动驾驶技术是核心，然后逐步把服务也抓在自己手里。Uber 则想走完全相反的路，他说，车是谁造的不重要，自动驾驶软件是谁写的也不重要，只要乘客还打开 Uber。 这个战略其实特别像酒店行业，万豪不需要拥有所有酒店楼房，也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酒店平台之一。Booking 不需要自己盖酒店，也能控制大量预订流量。Uber 想把 Robotaxi 也变成这种结构，别人负责重资产和技术风险， Uber 负责需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很难。一辆无人驾驶车要商业化，不是会自己开就结束了。机场里车停在哪里？演唱会散场时怎么调度？暴雨天传感器出现问题怎么办？车里有人吐了怎么办？乘客把手机落在车里怎么办？一辆车突然停在路口不动，谁来判断它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车要充电，什么时候去充最划算？车队里面100辆车同时运行，怎么保证都在需求最高的地方？这些东西恰恰是 Uber 过去10几年用几百亿次真实出行一点点磨出来的能力。当然 Robotaxi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很多人会简单算一笔账，现在一趟 Uber 的大部分车费最后要给司机，如果司机没了，这部分钱不就全部变成 Uber 利润了吗？现实不会这么简单。有人驾驶的 Uber 有一个很大的财务优势，汽车是司机买的，折旧是司机承担，车坏了司机去修，车晚上停在哪里也不是 Uber 的问题。 Uber 本质上运营一个轻资产市场， Robotaxi 没有司机，却把很多原来由司机承担的成本重新带了回来。车本身可能更贵，传感器和计算设备要折旧，需要充电站和维修中心，车脏了要有人清理，事故和保险责任要重新分配，车辆空驶时每1分钟都在烧资产回报。最关键的是，一辆无人车只有在足够高的利用率下才真正值钱，这恰恰是 Uber 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价值的地方。一家自动驾驶公司即使技术很好，如果它在一个城市只有几百辆车，早高峰全部有订单，下午2点却没人坐，单车经济性仍然可能很差。 Uber 手里同时有通勤、机场、夜生活、外卖、活动和不同价格档位的需求，它可以把车辆放到更接近需求的位置，也可以在 Robotaxi 供给不足时用人类司机补上。这种混合车队可能是 Uber 未来几年最现实的武器。下雨天无人车不愿意跑某些区域，人类司机可以接单，大型活动突然散场， Robotaxi 不够，平台可以同时调人车，一辆无人车临时退出服务，乘客不需要重新下载另一个 App， Uber 直接换一辆有人驾驶的车。所以 Uber 真正想卖给自动驾驶公司的不只是订单，而是更高的车辆利用率。对于一个重资产车队来说，利用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可能比平台抽成便宜几个百分点更重要。这也是为什么 Dara 不断强调 Robotaxi 商业化最终会是一个多玩家世界。Uber 最希望看到的并不是某一家技术公司垄断，而是10几家都需要争夺平台上的乘客。今年公司专门把这套东西包装成 Uber Autonomous Solutions， 它不是一个自动驾驶模型，而是一套自动驾驶商业化工具箱，里面有地图数据，有监管支持，有车队融资，有乘客端界面，有客服，有自动驾驶保险，还有一套叫 AV Mission Control 的车队管理系统，甚至连远程协助都做。换句话说， Uber 正在把自己过去10几年做网约车积累的脏活累活变成产品卖给 Robotaxi 公司。技术公司最喜欢解决最酷的问题，怎么让车识别行人，怎么判断红绿灯，怎么在复杂路口做决策。 Uber 要解决的是另外一半，这辆聪明的车怎么每天稳定跑20个小时，怎么让乘客愿意坐，怎么让资产拥有者赚到钱，这可能才是 Robotaxi 真正大规模商业化以后最值钱的部分之一。有一个数字特别能说明现在还只是开始，目前自动驾驶出行占 Uber 全部出行的比例还不到 0.5%， 也就是说，今天投资者每天争论 Robotaxi 会不会杀死 Uber， 但真正的无人驾驶订单在整个 Uber 平台里还小的几乎看不见，这恰恰给 Uber 时间，它不需要明天就打败 Waymo。
它需要在无人驾驶从0点几占比走向几、10%甚至更高之前，把自己的平台位置锁住。所以 Dara 在电话会上敢说，未来几年投入超过100亿美元，这些钱不会全部拿去自己造自动驾驶算法，一部分会投资合作伙伴，一部分可能用于车辆和车队融资，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和运营。Uber 其实是在用自己现在越来越强的现金流买一张未来 Robotaxi 生态的门票。这个选择和2020年完全不同。当年 Uber 卖掉 ATG 是因为自己没有足够利润继续同时打所有战争。今天它一年能产生大约10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终于有能力重新回来，而且这一次不再是我要成为最好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它变成了我要成为所有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的最大客户和最大销售渠道。从资本效率上讲，这可能聪明得多。再回头看第2季度财报，有一件事情很容易被数字误导， Uber 的收入只增长了 12%， 甚至略低于市场预期。 Mobility 也就是出行业务的报告收入增长看起来只有大约 1%。 如果只看收入表，会觉得网约车是不是突然不行了？实际上不是，平台交易额和出行次数仍然增长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 Uber 最近保险成本下降，公司没有把这些节省全部留在利润里，而是在美国一些市场降低价格，让乘客打车更便宜，价格降一点，订单会增加。订单增加以后，司机利用率更高，利用率提高，又可以减少平台需要给司机的额外补贴，这就是网约车平台最重要的网络效应。Uber 真正的价值不是每一单抽多少钱，而是同一时间、同一个城市里，平台上有多少乘客和多少司机。需求越密，司机空驶时间越短，司机越多，乘客等待时间越短，等待越短，价格越合理，更多人愿意用。这台飞轮现在仍然在转，第2季度恰好赶上世界杯，也给 Uber 做了一次很好的压力测试。机场、球场、酒吧和旅游热点突然出现大量需求。公司说，这一季首次使用 Uber 的新用户数量达到5年来最高水平，这对成熟平台很重要。很多人以为 Uber 在美国已经人人都用，用户增长应该见顶，但旅游、活动、新国家和新产品仍然可以不断把第一次用户拉进来。一旦一个人开始用 Uber 打车，平台接下来就想做第2件事，让他点外卖。这就是为什么 Delivery Hero 的收购特别值得讲。7月份Uber 宣布以大约148亿美元股权价值收购 Delivery Hero。 表面看这是 Uber Eats 继续扩大外卖版图，但从战略上看，它更像一次地图扩张。交易完成后，两边合起来覆盖99个国家。Uber 预计会明显增加同时拥有出行和配送业务的市场数量。为什么一定要2个业务一起做？因为一个只打车的用户可能1个星期打开 Uber 2-3次，一个既打车又点餐又买杂货的用户可能1天都要打开，使用频率完全不同。而平台业务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频率，频率越高，用户越不容易跑到竞争对手，这也是 Uber One 会员越来越重要的原因。今年1季度 Uber One 会员已经达到5000万，会员贡献了 Mobility 和 Delivery 大约1半的 Gross Bookings。你可以把 Uber One 理解成 Uber 版 Prime。Amazon 当年最厉害的地方不是 Prime 会员费赚多少钱，而是一个人付了 Prime 以后就会在 Amazon 买更多东西。Uber 也是一样，会员为了免配送费和打车优惠付钱以后，会更愿意把下一顿饭、下一次机场出行、下一单超市采购都留在 Uber。这就是平台正在形成的第2层护城河。第1层是城市里的供需密度，第2层是跨业务会员。Delivery Hero 就是在给这2层同时加面积。更值得注意的是， Uber Eats 早就不只是送饭，最近 Uber 甚至把 GameStop 放进 Uber Eats， 游戏机、手柄、收藏品都可以送。它还在做杂货、便利店、美妆、宠物用品、家居、办公用品。公司还收购 Spot Hero， 把停车预约放进 Uber。 如果你把这些拼起来， Uber 未来想做的其实不再是一个打车 App，它想成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即时服务入口。你要去机场 Uber， 你到了机场停车 Uber， 你回家不想做饭 Uber Eats， 你突然发现牛奶没了 Uber， 小孩晚上要一个游戏手柄，可能还是 Uber。 这就是管理层所谓的 Platform Strategy， 它不是简单增加产品，它是在提高一个用户1年的使用次数，次数提高以后还有第3层生意出现，广告。Uber 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广告场景，一个人在 Uber Eats 搜索汉堡，购买意图比在社交媒体刷到汉堡广告强得多。一个人准备从机场去酒店、旅游、餐饮
和信用卡品牌也知道这个人此刻正在消费。这种第一方交易数据很值钱。随着零售和外卖品类扩大， Uber 可以像 Amazon 一样把平台交易场景变成广告库存。这块业务今天还不是决定 Uber 估值的核心，但长期利润率可能很漂亮，因为广告不需要额外派司机，也不需要多送一单。AI 也是类似， Uber 最近的 AI 战略没有那么多我要训练全球最大模型的故事， Dara 反而强调很多小改进，比如更准确预测你下一次要去哪里，比如 Uber Eats 里的购物助手可以根据菜谱直接帮你做购物清单。公司说这类 Cart Assistant 能够明显提高购物车金额，内部 AI 也在改变客服和财务等部门的工作方式，客服人员已经减少，同时更多问题由 AI 先处理。这个路线很符合 Uber 现在的性格，不去参加最贵的模型军备竞赛，直接问这个 AI 能不能让每一单更便宜，让用户多下一单，或者少花一点客服成本。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 Uber 和10年前的 Uber 完全不是一家公司。10年前它最大的故事是增长，只要城市多，订单多，亏多少钱市场都可以忍。今天它最大的资产变成了现金流，2025年公司自由现金流已经达到大约100亿美元，第二季度一个季度又产生接近28亿美元，所以估值就变得很有意思。Uber 现在股价大约在70美元附近，市值大约1400亿美元上下。如果只看2025年的10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简单粗算，大概就是14倍左右的市值对自由现金流。当然，这个算法很粗，因为公司接下来要花钱收购 Delivery Hero， 也计划向 Robotaxi 投入超过100亿美元。GAAP 利润还会受到投资组合涨跌影响，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今天的 Uber 不是一只靠50倍、60倍销售额讲梦想的股票，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给它很高的未来不确定性折价。为什么？因为 Robotaxi 既是机会也是威胁。假设未来 Waymo 或者 Tesla 真的拥有一支大规模无人车队，而且消费者愿意直接打开他们自己的 App， Uber 就可能失去一部分最优质订单。更糟糕的是，没有司机以后，一辆车的运营成本可能明显下降。谁掌握无人驾驶技术，谁就可能有能力用更低价格抢 Uber 的乘客。这就是熊市逻辑，但多头的逻辑完全相反。未来 Robotaxi 市场不会只有一家赢家 ，Waymo、NVIDIA 生态、Rivian、Wavy、中国自动驾驶公司、传统车企都会需要订单。如果每家公司都自己花几十亿美元建立用户 App、客服、调度、保险、地图和支付网络，效率非常低。最自然的结果可能就是自动驾驶公司做司机， Uber 做交易所。如果真走到这一步， Uber 可能反而比今天更赚钱，因为今天每完成一单，公司需要在乘客、司机和保险之间分配价值。未来如果平台能够提供高利用率，无人车资产拥有者可能更愿意支付稳定的平台费用。而且无人车24小时可以工作，没有司机下班问题，平台能够创造的交易量可能更大。所以 Uber 现在的100亿美元 Robotaxi 投入，本质上是在保护自己的交易所地位。从估值角度，我会把 Uber 拆成2个故事。第一个是已经存在的核心平台，网约车、外卖、会员和广告继续增长。自由现金流如果未来几年能从100亿美元逐渐走向120亿、130亿美元，给一个成熟但仍有2位数增长的平台10几到20倍自由现金流，并不算离谱。单靠这个核心业务，今天的市值并没有给你一个特别夸张的价格。第二个故事是期权， Robotaxi 如果失败， Uber 会损失投资，但只要核心平台还在，商业模式并不会马上消失。Robotaxi 如果成功，而且 Uber 真的成为最大商业化平台，那今天的估值里可能还没有完全反映这个结果。Delivery Hero 也类似，公司现在要为收购承担更多债务和整合风险，但如果它能够把更多国家从单一外卖市场变成出行加配送双平台，会员和广告价值会一起提高。所以我觉得 Uber 目前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一家已经从烧钱增长公司变成现金流平台的企业，但股价仍然在被一个尚未真正发生的大技术变化压着。未来3年，真正决定股票的不是每个季度收入差1-2个百分点，我更关注4件事。第一，核心出行业务在降低价格以后，订单增长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劲？第二， Delivery Hero 完成以后， Uber 能不能证明两边用户真的会互相导流，而不是只买来更多复杂市场？第三， Robotaxi 在 Uber 平台上的比例什么时候从不到 0.5%真正变成一个可以影响公司利润的数字？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Waymo、NVIDIA、Rivian 这些自动驾驶公司最后把 Uber 当伙伴，还是当一个迟早要绕开的中间商？这4件事会决定 Uber 未来到底是什么公司。它可能只是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和配送平台，也可能变成现实世界里所有交通工具的操作系统。从有人开的汽车到无人驾驶出租车，再到未来自动配送和其他移动方式。2020年 Uber 卖掉自动驾驶部门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放弃了无人驾驶梦想。现在回头看，也许 Dara 真正放弃的只是最烧钱的那一部分。他不一定需要拥有司机，他只需要拥有订单。如果未来所有人都不再开车，而 Uber 仍然是你出门时第一个打开的 App， 那么当年退出自动驾驶也许不是认输，而是换了一张桌子继续下注。感谢大家观看，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